大家好，我是苏森，欢迎来到 Garden365新西兰生活频道。大家听说过小雀瓜吗？它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瓜，形如辣椒，也叫做辣椒瓜，而且它味道清甜，被誉为瓜中极品。如果您没听说过，那就跟我一起来种一下吧。今年我种了2颗小雀瓜，小雀瓜原产于墨西哥一带，在我国呢只有云南和西藏有栽培，所以以前我也没有见过，特别好奇。移苗的时候，我给这2棵苗加足了底肥，因为移苗后呢，我又在旁边加了一个铁架子，便于它们攀爬。那以后追起肥来呢，就不太方便。那我就决定呢，一次加足底肥，以后就不追肥了。2个星期之后呢，小苗已经爬到了架子上，但是明显可以看出2棵苗呢一大一小。种植的时间和条件都是一样的，可能和小苗的健康程度有关系。我们不要着急，不要拼命的给弱小的苗加肥，给它点时间，只要它的根系慢慢的发达之后呢，长势就会慢慢的追上来。小雀瓜的叶片形如鸡脚状，而且它的分支能力特别强。只要给它搭一个简单的架子，让它能够向上攀爬，它就能够长得非常茂盛。我这上面就简单的搭了几个塑料横杆，而且呢间距也很大。小雀瓜细长的卷须，轻轻松松就可以爬上去。这是小雀瓜的花蕾，形如芒果状的就是雌花。小雀瓜多花多果，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每个叶脉都有花。但是在生长的前期，它的落花落果的情况比较严重。所以大部分的果子都是生长在瓜蔓的中上部。大家不用担心落花会不会影响产量，由于小雀瓜的分支能力和适应能力都非常强，到盛果期的时候，1颗瓜的产量就有3到5公斤，产量是非常高的。虽然我在移苗的时候加足了底肥，不准备用固态肥进行追肥，但是在结果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要用一些液态肥。我用的就是一些液态的我们自己做的香蕉皮肥，还有一些海藻肥。为了叶子能够更加的健康呢，我还用了一些蟹盐。蟹盐的具体用法呢，我在追肥这期视频里有详细的介绍，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，我把链接放在了说明栏。这是我用一个瓶子先把蟹盐化在水里，然后再进行浇灌。我们也可以把蟹盐的颗粒直接撒在土的表面，然后呢浇透水。由于小雀瓜的分支能力特别强，我在修剪的时候呢，就尽量把下半部分的一些细弱的侧枝呢，就尽量多修剪一些。不然的话，它越往上长，分支越多，瓜蔓和叶子会互相缠绕在一起，密不透风。而且我这个架子呢，面积有限，我不希望它爬得到处都是，所以在我能够控制的高度之内呢，我会尽量多剪掉一些侧蔓。再高一点呢，修剪起来也不太方便，所以我就会让它自由生长了。小雀瓜喜欢温暖的环境，怕低温霜冻。在新西兰的奥克兰，夏天的平均最高气温保持在25度左右，很少有超过30度的。这种气候呢，非常适合小雀瓜的生长。只要加好底肥，给它一个攀爬的地方，然后适当的浇水就可以了。如果您的架子够大，甚至不需要修剪，它不像其他瓜，我们修剪侧蔓不是为了增加产量，而是呢不希望它爬得到处都是。所以它和其他的瓜类比起来非常好打理，而且呢病虫害也少，采收期呢也很长。
别看它的瓜很小，只有5到6厘米，可是它的营养价值和功效却是十分的出众。小雀瓜中所含的果胶呢，可以保护胃黏膜，而且呢，它富含钴，钴能够激活人体的新陈代谢，并参与人体内维生素 B12的合成。钴是人体胰岛细胞所必需的微量元素，所以它对预防糖尿病、降低血糖有一定的好处。大家看，它的卷须特别长，又特别的有弹性，很容易就爬到架子上，根本不需要我们手动的帮助它。总之呢，就是特别的好种。移苗后的2个月左右，我们的小雀瓜就可以采摘了。大家看，这些瓜蔓呢已经长得很茂盛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很难再给它整蔓啊、打侧枝，所以呢，只能让它自由生长了。大家看，这就是小雀瓜，当它嫩的时候呢，是呈现出深绿色，再长大一点，稍微老一点，就会变成青白色。小雀瓜可以素炒，也可以炒肉，还可以炖汤，也可以直接吃。直接生吃呢，味道很像黄瓜，就是没有黄瓜水分那么多。我是建议大家趁小雀瓜还嫩的时候，是深绿色的时候呢，就可以采摘。这个时候口感最好，吃起来是脆脆的。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很多小的小雀瓜，再过几天我们就可以采摘了，是不是产量特别高？今天我要抓紧把上面一些大的赶快采摘，要不然就要老了。我这个品种呢，表皮是带刺的，也有表皮光滑的品种。有机会呢，我也想试种一下，看看哪个口感更好。这就是成熟的小雀瓜，特别小，外观呢看上去特别的奇怪，相信大多数人都从来没有见过。我的家人第一次见到它呢，都不敢吃。如果你也和我一样觉得好奇，那就不妨尝试着种几颗。虽然我不能保证你一定会爱上它，但一定会是一个很有趣的种植经历。这些呢，就是我今天的收获和今天的全部分享。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